大伙儿都看新闻了吧？这 F-16还没到 ，F-22倒是先来了。波兰先是4月份渴望得到美国核武，然后6月份美第1骑兵师进驻波兰，协防乌克兰。现在又是最优秀的5代机 F-22部署波兰，这下俄罗斯还不直接跪下求饶？先是俄罗斯国防部打算在8月底开展东方2022战略军演，届时将出动数十万大军，甚至连一直都低调的俄空天军战略导弹部队在内的多军兵种都要参加此次战略军演，目的就是向西方展示自己的肌肉，告诉你们入侵乌克兰我还没用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规模略大的反恐级别的战争。俄军这样做，一方面能继续给乌克兰施压，削弱乌军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也在告诉北约的国家，都给我老实待着，别给自己找不自在，不然干完乌克兰，接下来就是你们。而在乌克兰展现自己强大战争潜力的时候，美国是第一个站出来，没有惯着他并付诸了行动的国家。美国驻守欧洲的空军表示，要向波兰增派6架 F-22猛禽战斗机，这还是 F-22自服役以来首次部署在他国的军事行动，目的是用来支持北约的空中屏障计划。自从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就开始加强东欧盟国的空防力量。而在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更是将警戒指标拉满，每天差不多有120架战机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巡航任务都比往年多了50%以上。而空中屏障计划为的就是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北约东部边界的陆基和空基导弹防御系统，用以阻止俄罗斯入侵北约东侧的军事活动。甚至在不久之后，美国还将新增加6架同类型的第5代战斗机，可见其遏制俄罗斯的决心。F-22猛禽战机是在冷战背景下诞生的，它是隐蔽、机动、突防技术的集大成者，主要就是用于高强度的空地对抗任务。同时，它还是世界第1款量产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在当时，猛禽不仅强到没朋友，而且也贵到没朋友。说它是战机圈的天花板，一点儿也不过分。在那个4代机满天飞的时代，宛如外星科技的 F-22一骑绝尘，不知甩了同时代战机多少代。甚至你在看美国电影时都能知道，研制 F-22的目的就是用来打外星人的。它作为5代机的标杆，更是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可以说，在 F-22出现之前，从来没人能定义5代机是什么，4S 又是怎样的标准。甚至到了如今， F-22依旧可以说是5代机里的顶流。那么美军将全球最昂贵的 F-22部署在波兰，你觉得它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又为什么要选择部署在波兰？是波兰很好吗？当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还在持续中，作为乌克兰的西部邻国，波兰毫无疑问代表了北约的一线力量。从战略层面上讲，美军的此次部署应该有2层含义。首先是给乌克兰以及北约国家打气撑腰。这场俄罗斯侵略战争已经打了有半年了，不仅乌克兰累，支援乌克兰的北约国家每天都要关注防范俄军偷袭，同样也感到十分疲惫。这个时候，美军派出最先进的 F-22战机，对北约各国无疑是一支强心剂。同时也让俄军掂量掂量，不要太放肆。其次，火力军觉得在波兰部署 F-22猛禽战斗机，美军不单单是为了保护波兰和乌克兰，更多的是想要去针对俄罗斯的空天军，去争夺未来战场的制空权。在未来，一旦战争有需要，美军就可以快速派遣 F-22前出到相关地区执行作战任务。而且 F-22也并不是第一次与俄制战机进行交手，在叙利亚战场上， F-22就与俄叙联军的苏35、苏30 SM、苏34以及苏24等战机均有过交手，并且始终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自从 F-22隐身战机部署中东地区后，美国籍联军在叙利亚的活动基本就没有受到俄制战机的骚扰。
并且 F-22 不仅多次逼退俄军苏35战机，而且还多次压制俄制 S-400 防空导弹，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算是彻底击垮了俄罗斯一直宣称苏35可以打击美国隐身战机的宣言。而且 F-22 在巡航能力、隐身能力以及超视距作战等方面都要全面领先于苏35战机，这几乎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至于俄军宣称苏35能打击美国隐身战机，火力军觉得应该是 F-22 和苏35在幼发拉底河上空的那次遭遇。当时 F-22 在看到苏35后掉头就走了，这才让俄军盲目自信，宣称苏35可以打击美国隐身战机。但是 F-22 猛禽的超视距攻击能力那么强，明明能远距离施展魔法，干嘛要和你近距离狗斗？而在此次俄乌战场上，大家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俄罗斯空天军在打仗，它既不像地面部队那样炮战打得那么激烈，也不像海军那样用远程导弹袭击一些目标，也就偶尔在特定时间对一些地面目标进行打击，并没有如美国在海湾战争中那样碾压式的直接吊打地面部队。这究竟是俄罗斯空天军太弱，还是在故意隐藏实力呢？但不管俄罗斯空天军是如何想的，美军此次 F-22 的靠前部署，目的就是要紧紧地压制住俄罗斯空天军，确保俄军不能获得战场的制空权。再说了，俄军应该不会傻到想不开，在与乌克兰交战中又与北约开战吧。因此，这次美军在波兰部署 F-22 战机，其心理震慑可能要大于实际的军事意义。顺便再探探俄军到底还有多少底牌没有亮出来。之所以选择在波兰部署 F-22，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约国家通过此次俄乌大战，对于俄罗斯在战场中表现出的实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认为俄罗斯在战争中保留相当一部分实力，一个是俄军的战略轰炸机，另一个就是大规模的俄空军。比如俄罗斯的空中预警机参战的只有2架，他们担心俄军在未来会不会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战区以外，比如北约一线力量的波兰，因此将 F-22 猛禽战机部署到波兰，就是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只不过火力军觉得波兰并不是最佳的部署场所，将 F-22 部署在波兰会面临来自俄军地面以及空中的威胁。在地面上有俄军最先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部署，在空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又进行了联合战略巡航。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每天都要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边境线上蹭，因此将 F-22 部署在波兰并不是最好的选择，更像是对俄军的一种警告，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但如果真的在波兰开战， F-22 也能第一时间去争夺制空权。同样的，乌克兰之前想要 F-16， 目的也是如此，想要获得俄乌战场上的制空权。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乌军用的战机只有37架米29、32架苏37、12架苏24以及17架苏25。你瞅瞅，这里哪一个年龄没有超过30岁的？都是一些冷战时期留下的老古董，战斗力少得可怜。在战争前期，乌空军基本都是靠着北约支援的苏25和米29战机才支持下来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老古董战机跟老年手机一样，在战争上根本不是俄军苏35、苏30的对手，尤其是在执行一些偷袭任务时，由于性能差的原因，空中偷袭俄军后勤部队的成功率也少得可怜，所以乌克兰才渴望得到美军 F-16战机的支援。有了 F-16， 乌空军正面对抗俄军就有了保证。毕竟 F-16 可以说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性能最稳定的第5代战斗机。机头下方装有20毫米火神机炮，可用于近距离空中格斗，也能携带7700公斤炸弹，像轰炸机一样执行轰炸任务。可以说，在近距离格斗、超视距作战、对地攻击等方面，都是碾压俄制战机的。另外 F-16 还有一个外号叫苏制战机杀手。根据统计， F-16 战机一共击落过61架苏制战机，苏25、米格29、米格25、米格23都被 F-16 揍过。当年巴基斯坦空军驾驶 F-16 战机对战苏联空军，便取得了10战全胜的记录，可见 F-16 其优越的性能。要是这次能在俄乌战场上击落苏35，那么 F-16 的机身也就圆满了。
很可惜的是，美国并没有答应乌克兰的请求，因为美国空军曾经做过一项实验，让从未接触过美式战机的外国飞行员去快速适应 F-16战机。结果这些飞行员足足花费了6周的时间，才将 F-16认识了个大概，远远达不到执行对空作战或对地打击任务的程度。咱们平心而论，且不论乌克兰飞行员能否快速适应北约装备，光是像 F-16战机这种精密装备的交付、运输和保养，外加要瞒过俄军的眼睛，这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比如一架现代化先进战机在运行过程中，通常需要至少25人的后勤团队24小时伺候，每飞行1小时就要保养3到10小时。如果战斗机零件出现缺失或是变形，地勤保养的时间只会更长。因此，大伙虽然理解乌克兰想要正面刚俄空军，但是让未经受到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匆忙投入战场，多少有点2战时期日本神风特工队的味道。因此，美军并没有答应乌克兰的请求，而是让乌克兰一边加紧训练 F-16战斗机飞行员，一边把 F-22先一步部署到波兰，为其撑着腰，先吓一下俄罗斯空天军再说。说完了美俄乌，我们再来看看北约的波兰。波兰能接受 F-22的部署，霍利军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早在4月份，波兰副总理卡钦斯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波兰对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持开放态度，核武如此，就更别说 F-22猛禽战机了。同时，副总理还呼吁增加美国在欧洲驻军的数量，可以说波兰是对抗俄罗斯最坚定的盟友，并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波兰一直都在积极采购美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包括采购 F-35战斗机、埃布拉姆斯坦克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其中116辆二手的埃布拉姆斯坦克将于2023年初便开始供应。之所以采购这么多坦克，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支援乌克兰过头了。波兰军队先后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辆 T-72坦克，一回头发现自家装甲战车数量不足，陆军力量出现缺失，因此才选择大量采购国外坦克来填补空缺。除此之外，美国也响应波兰的呼吁，不但在波兰部署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更是向波兰部署了 1.2 万名士兵，这是有史以来美军在波兰驻军人数最多的时刻。并且美国总统拜登还打算在波兰设置美军第5军总部，以便指挥驻守的美军。而波兰之所以这么渴望在自家部署美国的武器装备，甚至是美国的核武器，主要的原因是波兰和俄罗斯是世仇。波兰曾3次被俄方灭国，对其是又仇恨又害怕，因此波兰十分希望美国将先进的 F-22猛禽战机，甚至是核武器部署在自己国家境内。这样，一方面波兰能得到美国大佬的照顾，俄罗斯就不敢轻举妄动；另一方面，相当于波兰把自己绑在了美国战车上，与美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复仇俄罗斯的希望也更大。其次是波兰在得到核武器后，就能提高其在国际的地位，它需要美国核武器来给自己壮胆子。最后就是波兰因为受到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地理位置原因，它在欧洲的地位很尴尬，俄罗斯和它是世仇，互相不待见，高贵的英法同样也不待见它，因此波兰在整个欧洲几乎就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他才要依靠美国。像以往在波兰阅兵中，美国空军的 F-22都要和波兰的 F-16一起飞过阅兵场，用以展示美波之间的友谊。波兰只有抱紧了美国的大腿，这样才能在欧洲有更稳定的立足和发展空间。说不定波兰在有了美国的帮助后，他就能和英法上演一场欧洲版本的《三国演义》。现在美国只是将 F-22部署在波兰，就已经很大程度削弱了俄罗斯的威胁。要是以后真的将核武器也安排上，便能彻底削弱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此间做过的努力，基本从俄乌战争爆发，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便开始了。他们给乌克兰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武器，像反坦克导弹、战机、榴弹炮以及海马斯火箭炮等等。虽然还没有提供 F-16，但等乌克兰训练出合格飞行员时，说不准就真的提供了。这样不仅支援了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同时也是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而对于波兰来讲，他就是想要复仇，抢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原先沙俄还在的时候，曾抢夺过波兰的领土，在苏联解体后，这些土地被划分给了乌克兰，没有还给波兰。因此，波兰很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能发起对俄罗斯的复仇之战，趁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得自顾不暇时，趁机抢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波兰愿意在自家地盘上部署美国的 F-22猛禽战机，甚至是核武。火力军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只不过，波兰这样的操作也会给欧洲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首先是波兰自己很可能遭到俄军的核打击。你想啊，俄罗斯在波兰心中是仇敌，同样的，波兰在俄罗斯心中也是不友好的国家。而波兰邀请美国核武器部署在其领土内，就是公然的向俄军叫板。俄罗斯是核武大国，要是心情好，倒是口头上和你来2句抗议一下。万一要是俄罗斯心情不好呢？或者说波兰在美国的支持下，对俄罗斯的外交和军事采取超强硬的态度，不会有的俄罗斯会怎么办？会不会对波兰进行一波核打击？要知道，逼急了，他可是会狗急跳墙的。一旦发生，影响的可是整个欧洲，说不定这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其次，对于乌克兰来说就比较惨了，因为美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虽然消除了俄军对欧洲的影响，但也默认了波兰抢回原本自己土地请求。如果俄乌大战乌军胜了还好说，能守护好自己的领土，但一旦失败，波兰势必下场。在打退俄军后，那收复的领土，你觉得波兰会让出来吗？最后就是美国会下场。波兰在打退俄军后，你觉得俄军这口气能忍？以俄军不顾一切的性格，必然会和平波兰，而支持波兰的美国势必也会卷入其中，到时候整个欧洲会乱成一锅粥。因此，火力军觉得，虽然波兰不是 F-22最佳的部署地点，但却是美核武器最佳的部署位置。只不过这里面的度，波兰要把握好，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不要把狗逼急了才行。我们总结一下，首先，波兰是美国在抗俄方面最坚定的盟友，将12架 F-22部署在波兰，能够随时前出执行任务，打击俄军。虽然波兰积极扩充40万陆军，从国外购买各式坦克、战机、武器装备，做好随时复仇打击俄军的准备，但是这样做势必会将整个战场扩大。所以火力军觉得，在时机未到的情况下，还是要考虑如何帮助乌克兰尽快驱除俄军。其次，在乌克兰培训出合格的飞行员后，美国大概率会为其提供200到250架 F-16战斗机，并且还会为其提供 F-15战斗机和 A-10攻击机等装备，让乌克兰空军成为真正全美制空军，一举歼灭俄罗斯空天军。最后，波兰复仇可以选择把乌克兰摘出去，或是与乌彻底结盟，共同对抗俄罗斯。不仅复仇的希望会变大，也可能会顺带解决掉欧盟的能源危机。好了，火力军已经将 F-22部署在波兰的作用、原因以及波兰同意部署的理由和大家做了分享。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